怎么啦？魏无羡不懂蓝湛为什么是这种反应，又去拉他的手。二哥哥，你不高兴吗？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宝宝了。蓝湛反握住魏无羡的手，发现他手背上的吊针已经被拔了出来，手背的针孔位置也微微肿了起来，微微皱起眉来。绵绵立马会意跑出去叫医生。魏无羡却像是没有知觉一样，一双水汪汪的鹿眼直直地注视着蓝湛的脸，企图从他的神情里读到一丝愉悦或是惊喜。结果却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孩子似乎只给他带来了快乐，而身边所有人，包括蓝湛在内，真的没有表现出哪怕一点点对这个孩子的期待。医生很快就来了，护士走到魏无羡身边帮他处理手上的伤口，蓝湛则乘着这个空隙和温情了解情况。情况不是太好，温情将病历本递给蓝忘机道：之前的病虽然已经痊愈，但是身体的亏空毕竟太大，这几年靠药物调理才勉强维持了健康状态，现在有了孩子，那么之前的治疗方案就要推翻重来，而且出于对孩子的考虑，很多药物都不能再用了，这对他本身的身体状况肯定是有影响的。温情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才1个月大就出现了先兆流产的情况，这个孩子的状况也不好。如果不要这个孩子呢？蓝忘机合上病历本问道。流产对他的身体肯定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，而且魏无羡恐怕也不会同意。温情想起魏无羡小心翼翼护着肚子的模样，心里也有些难受。蓝先生，作为一个医者，我有责任把最坏的结果告知你，如果要生下这个孩子，那么到生产时恐怕只能保一个。我的建议是，现在就流掉，之后再慢慢调养回来。你们再好好想想吧。不用想了，我要魏婴平安。蓝湛道：你要怎么劝他？我看得出来，魏公子很想要这个孩子。我会好好和他说。蓝湛把病历本还给了温情，往病房走去。温情看着手上被捏皱的病历本发起愁来。蓝忘机回到病房时，只有绵绵一个人在。魏无羡靠在2个枕头上，有点昏昏欲睡，手上的吊针已经被重新扎好，2只手安分地搭在被子上。他原本就瘦，病号服穿着像是大了1号，躺在那里都没什么实感，看着轻飘飘的，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走。常年苍白的脸色在他最放松的姿状态下显得憔悴不堪。绵绵一见蓝忘机回来，就悄悄出去了。魏无羡迷迷糊糊的能感觉到有人在抚摸他的额头，嘴角禁不住笑意，睁开了眼，果然是蓝湛。要是困了就躺下来睡一觉。蓝湛把他搂进怀里，魏无羡就用左手去勾蓝忘机的脖子，最后在他右脸颊上啵了一口，心满意足的笑了，然后又摇摇头说不困。姐姐呢？我说想喝汤，阿姐就回去给我煲了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江城回去给我拿换洗衣服了。魏无羡揉了揉眼睛，长叹一声，我怎么感觉我又要在医院安家了？又笑道，不过为了肚子里的小忘机，我也认了。蓝湛不答，只把他搂得更紧了些。温情有没有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的事情可太多了，你看看。首先魏无羡抽出手开始一件一件的数，我们得先去一趟家居城，把婴儿床、婴儿用品买了，然后再请个靠谱的设计师，把婴儿房设计好。婴儿房的位置我都想好了，就放在我们卧室的对面，这样以后他要是哭的话，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赶过去。还有宝宝的衣服、小鞋子、奶瓶、奶嘴，好多好多，都要亲自去挑才行。哦，还有，我听说奶粉可贵了，二哥哥你可得努力赚奶粉钱才行。不过我们也不缺钱就是了。我还叫绵绵去买了婴儿百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和我都要开始恶补这方面的内容才行。不懂就问温情。对了，二哥哥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？魏无羡微微抬头，恰好磕到蓝忘机的下巴。都好。蓝湛帮他揉了揉额头说道。我也觉得都好，如果是女孩的话，最好像二哥哥这样安安静静的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如果是男孩的话，还是活泼一点比较好。蓝湛魏无羡挣开蓝忘机的手，换了个和他面对面的坐姿，认真的问道，你一定也和我一样喜欢这个宝宝，期待他的到来，对吧？2个人就这么对视着，蓝湛不会说谎，他的心思在魏无羡面前袒露无遗。他喜欢这个宝宝吗？当然喜欢，这是他和魏婴的孩子，是2人之间连着血脉的纽带。他有多爱魏婴，
就有多爱这个孩子。他当然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，魏无羡憧憬的那些场景，他也憧憬过，但是只要一想到这个孩子的到来很可能会夺走魏无羡的生命，他又如何敢期待？他不仅不会期待，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一天的到来。回答我呀，你一定是喜欢他的吧？魏无羡急道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患得患失，周围人对这个孩子的态度让他十分不安。没有关系，即使江城不喜欢这个宝宝，即使阿姐不喜欢这个宝宝，都没有关系。他现在只想知道蓝湛的态度，只想从他口里得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罢了。魏婴，你记得你生病那段时间和我承诺过的事情吗？蓝湛竟然红了眼眶，你说你不会再不把自己的命当一回事了，记得吗？当然记得。魏无羡失踪了整整1年才重新回到江家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被温氏下了毒手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蓝忘机不信，他调动了蓝氏所有的人脉暗线，坚持不懈地去找，结果都无功而返。没有人知道他那1年里内心是何等的煎熬害怕，白日里依旧能将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，到了夜里便是无休止的失眠与噩梦。后来滴酒不沾的蓝忘机也开始借酒消愁。魏无羡曾经因为酒和他不打不相识，现在喝他喝过的酒，却有种物是人非、睹物思人的悲凉。魏无羡后来回来了，以一种英雄的姿态回归，他把收集到的证据交给了江城，像个没事人一样和赶来的蓝忘机打了声招呼。蓝忘机发誓，当时真的有冲上去揍他一顿，质问他为什么要只身涉险，为什么要音信全无，让所有人担惊受怕，但是他忍住了，只冷冷地站着，不去回应，用尽毕生的定力才克制住把人抱到怀里的冲动。魏无羡绝口不提那1年里的遭遇，当时又是掰倒温氏的关键时刻，自然也没人会去留心他的身体状况，只当他真有通天之能，死里逃生，还能安然无恙。直到后来在庆功宴上，他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忍痛硬扛，最后晕倒，被送到医院急救，医生把一大串身体检查数据甩到眼前时，众人才知道魏无羡这1年里是如何度过的。因为身上多处重创伤口未能处理得当，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肩膀上的一处枪伤，导致贫血和持续性的低烧，也不知道这1年是他怎么忍下去的，忍到最后发展成败血症。如果不是病发的太突然，恐怕能被魏无羡惊人的忍耐力掩过去。最后医生还对着江城说了一句电视剧里经常能听到的台词，再晚发现1个星期，大罗神仙都救不了，